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今天继续更新王者的祭典，这是目前的最后一话了。虽然没有理由，但是一起长大的三个人都坚信着彼此之间的关系从海底时代开始就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当小兰从伊布的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伊布、鬼斯通还有妙雅种子都泪眼朦胧地看着他，大家的关心之情不语言表。小兰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进入伊布的梦境中，唤醒了他。听到小兰病房中的动静，来医院拿东西的赤急忙赶了过来。从赤的话中，小兰才知道自己已经承受了3天了。就连乔伊小姐都直言小兰太乱来了，随便与他人共享梦境，一旦自己在梦中受了伤，身体也会产生相应的伤口。这一次小兰能够醒来也是运气好，如果小兰在梦中没有坚持住自己的内心，很有可能会一直沉睡下去。这对教自己的训练师所有梦境的神小辈来说也是一种煎熬。小兰许多神小辈们自己以后不会再乱来了，一定会成为一个能让大家放心的训练师。小兰看到赤一如从前一样阳光，非常开心。毕竟打败火箭队后，赤一直很消沉，小兰一度以为赤不会再有训练师。赤则说道，当他决定与大家分道扬镳的时候，神奇宝贝们狠狠地拉住了他，让他知道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多亏了皮亚多他们，赤才有了重新当训练师的决心。两人都知道自己一直都在神奇宝贝们的帮助下不断成长。夜晚，小兰和赤一同在野外露营，神奇宝贝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一起为逝去的拉达献上思念。很久没有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天的两人聊了很久，从生活到战斗无话不谈。当然大家说的最多的还是拉达。小兰用叶子盛了拉达最爱吃的食物，用小石头围成圈作为拉达的祭品。小兰似乎对增和调和乳有些上头，醉醺醺的和伊布一起吐槽欲将伊布送给自己时所说的话。皮卡丘则应景的模仿起拉达嚣张的表情，这引起了赤的共鸣。赤想起来自己在游轮上与绿战斗的场景，那时候自己总会思考如何才能打败拉达。虽然尝试过模仿拉达的动作，但是在对岸中皮卡丘始终赢不了拉达。为了提高速度，赤与皮卡丘还专门进行了特训。在游轮上时，久经训练的皮卡丘将史莱福特缠在身上，突然袭击才成功上到拉达。虽然绿对皮卡丘感到不屑，但在那一次大家第一次看到拉达将势均力敌的对手时感到喜悦的表情。虽然皮卡丘最后还是输给拉达，但双方都认可了彼此。回忆起那场战斗，皮卡丘放声大哭，伊布也默默地低下了头。一时间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中，大家无从得知是否有一天拉达为大家心中留下的遗憾会被填满。不过能够确定的是，拉达为所有的人都留下了重要的东西，不管是拉达强大、高傲，或是相互理解带来的喜悦，都会被这些成为友人的神小辈铭记于心。这些东西就是被称为灵魂的东西。在对拉达的追思中，众人沉沉睡去。绿这边收到了小兰的留言，小兰告诉他伊布已经苏醒，不需要担心了。虽然他与拉达没那么亲近，也很难完全理解伊布的悲伤，但大博士曾经说过，人与神小辈之间的关系是因人而异的。他虽然不能像赤一样与神小辈们那么亲近，也做不到绿一般保持距离的同时还能团结伙伴，但他会怀抱着拉达灵魂的伊布一同成长下去。听到小兰的话，绿陷入了沉默。在冉冉升起的朝阳的照耀下，伊布进化成超能力系的太阳伊布，这无疑代表着伊布已经重生，为守护新的同伴获得了力量。就连大博士对伊布的进化感到惊讶，伊布进化成太阳精灵需要对最亲近的人拥有最大的信任感，这是极为少见的进化。大博士表扬了小兰没有放弃伊布的勇气与决心，不过小兰却认为是伊布在最后关头没有放弃他，他才能从梦中醒来。看到称上为优秀训练师的小兰，大博士感到非常欣慰。而另一边看到如此罕见的神小辈，是再想与之一战。皮卡丘也斗志高昂，两人赶紧找到一块堆积着旧轮胎的空地，便展开了对决。
小兰自如地让太阳伊布使用精神强念驱使周围的物体悬浮，快速飞向皮卡丘。斥责指挥皮卡丘躲开攻击，并使用福特攻击进行回击。可在指挥反攻的一瞬间，赤的脑海里突然爆出无数与火箭队对战、大家受伤的画面。一瞬间，恐惧、绝望、对自己的不自信再次袭向了赤愣在原地一动不动。皮卡丘听到赤的话还未说完，就没了声音，担心地朝他看去，但却因此忽视了急速飞来的轮胎，被狠狠地撞飞了出去。赤这才回过神来，非常担心地询问皮卡丘有没有受伤。小兰看着赤一副心神不宁的表情，便明白赤还没有从与火箭队一战后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毕竟这是大家第一次与世界黑暗世界对决，其残忍程度不言而喻。小兰贴心地宽慰赤不要因此而感到灰心。绿曾说过，战斗是没有好坏之分的，而赤也曾说过，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对战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皮卡丘伊布都是克服了过去走到今天的，他们都是继承拉达意志的孩子们。小兰笑着询问赤，到底他们能够在未来走多远呢？听了小兰的话，赤茅塞顿开，自己的伙伴们并没有因为与火箭队战斗而感到后悔，所以自己也不能一直这么害怕下去。自己很早就与伙伴们定下过约定，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在哪里，都要勇往直前的走下去，这样才能配得上自己的神奇宝贝们。觉得自己有些窝囊吃，让皮卡丘给自己一击清醒一下。皮卡丘毫不留情的一尾巴甩在了赤的脸上。尽管对赤的做法有些无语，但看到赤恢复了往日对梦想的坚持，小兰非常开心。赤带着往日的激情，指挥皮卡丘与太阳伊布继续激烈的战斗。太阳伊布的精神强念与皮卡丘的福特攻击相互交碰，战斗场面非常激烈。虽然皮卡丘最后还是输给了太阳伊布，但双方都非常尽兴。临行前，赤回答了小兰的问题。尽管拉达已经不在，想超越拉达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只要他与皮卡丘不断前行，即便是天涯海角，有朝一日都会到达。只要他每天都比昨天自己强大，无论在哪里，他都会越来越强。小兰知道，赤虽然看起来与原来一样，但实际上却比原来更加强大了。和伊布一样，即使留下了受挫的阴影，但是遇到挫折依旧能够重新站起来。这就是赤所拥有的真正的强大，而他会带着伊布逐渐成长，然后让绿亲眼看着伊布的变化。不过小兰也明白，有些事情是需要通过战斗才能传达的。现在绿由于拉达去世，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他会带着自己的神小贝和他对战，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他。不过在此之前，小兰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打败赤。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人都在慢慢的改变，然后神小贝一起互相冲突，互相理解，这就是神小贝训练师的道路。好了，王者祭典到此结束，还有一个番外篇没讲，哪一天会抽个时间补上。熟悉这部漫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部漫画被称为有生之年系列，毕竟一年才更新一次啊。没看过的朋友赶紧去看看吧。我是阿 P，咱们下期见。